这个是全新的 Honda WRV， 它是 Honda 家族最小的 SUV， 比 HR-V 还要小，所以它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第一款日本品牌的小型 SUV， 你也可以叫它做 A segment SUV，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集聚，市场上这个尺寸的 SUV 非常的少，目前马来西亚只有它跟 Ativa。那我现在就人在泰国巴达亚这边，我昨天从曼谷开到来这边，所以我在泰国会做一个完整的 review 给大家看。那我目前不知道这台车子的售价，所以你看完影片过后，欢迎留言你觉得它卖多少钱，你会考虑它。所以没开始前记得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靠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Let's move on。车身颜色的话，这一次在泰国的 Media Drive 主要有3个颜色，第一个就是我左手边的 Ignite Red with Black Roof， 所以只有这个红色是搭配黑色车顶。采用 Two Tone 的车漆，那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就是叫 Stella Diamond Pearl， 它是一个新的颜色啦。我应该印象中在马来西亚没有看过这个颜色，它是有一点珍珠色。第3个颜色就是叫 Meteorite Grey， 这个颜色大家并不陌生，因为Honda Malaysia 的像 Civic 和其他车型都已经用了那个颜色。所以你觉得红色的 WRV 比较美，还是我叫白色啦，白色的比较美，还是灰色深灰色的比较美？WRV 虽然是一个小型 SUV， 但是它用的轮胎尺寸一点都不小，这个是21555R17， 而 RS 版本用的是 Two Tone 的双色调轮圈。那值得一提的就是 WRV 用的这个是 Turanza T005A 轮胎。那 Bridgestone Turanza T005A 呢，是一个为这种 SUV 设计的。我记得在马来西亚之前的 HR-V 也是用这个 Turanza T005 轮胎。那它的好处就是因为车子虽然轴距短，但是因为离地间隙220个 mm， 所以 SUV 的特性就是高离地间隙，所以轮胎的 sidewall 需要做的比较坚固、比较厚。但与此同时又不能够去有很高的噪音，所以他们在花纹块的设计也尽可能的让它去降低这个噪音，同时非常的省油。所以我觉得 Bridgestone Turanza T005A 呢，就是 WRV 一个最适合的原配轮胎。WRV 的车身轴距是2481个 mm， 比 HR-V 短了129个 mm。那 Ativa 的话是2525 mm， 也比它长。但是这个车子比 Ativa 低，比 Ativa 宽，所以它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缩小版的 HR-V。而如果你把它跟 Ativa 摆在一起的话，其实 Ativa 会比较瘦、比较长。但那个 Ativa 最大的不同是，它这个是 1.5 L 的自然进气引擎 ，Ativa 是 1.0 L 的 Turbo 引擎。然后这个车子它开门的方式也跟 HR-V 一样，就是透过门把这边是一个隐藏式的车门手把，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间跟后排乘坐空间。WRV 的行李箱空间380 L，Ativa 369 L， 放入33 L 的 Dulux Subterra 行李箱，直立的话可以放1个、2个、3个、4个。把它放倒，后车厢的地板很低，还可以再叠上来。要塞入一个 178cm 的安戈也没有问题。椅背还有60/40的分离倾倒功能，可以进一步的去延伸行李箱空间。下面有21560R16的备胎 ，WRV 不提供 Tonneau Cover 遮阳板，但 Honda Malaysia 可能会提供这个附加选项。这个是3人座格局。这个是2人座的格局，把椅背放回去。我的身高是178cm， 头部空间不到一个拳头，算是低空飞过。要翘脚勉强可以，地板中间几乎是平的，但坐去中间的话就会顶到头。那 WRV 的后座有 armrest， 但是这边没有杯架，中间也没有冷气出风口，下面有 12V 的 socket。那椅背其实并不会太直，但坐垫就真的是比较短。你坐10公里会这样子坐，但是你坐100公里就会慢慢的滑下去。这个时候你就意识到这个位置的支撑好像不太够。所以后排空间坐2个成人可以，3个人会有一点挤。2个 ISOFIX 儿童安全座椅接口当然也是标准配备。WRV 的中控台设计跟第2代 BRV 一模一样，但是 BRV 没有 RS 版本。RS 版这边有红色缝线和钢琴烤漆的饰板。空调面板不再是传统的3个旋钮，它有 Automatic 的空调系统。7寸的中央萤幕，有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里面有 Google Map、Waze 和 Spotify 等等的 Apps。低配有4个 speaker， 高配有6个 speaker， 主要是多了这2个推的，内建6个 EQ preset。
除了盲点监视镜头 ，WRV 还有多角度的 reverse camera。时速表和转速表的中间有一个 4.2 寸的 TFT 显示屏，可以观察油耗和 Honda Sensing 的功能。从挡风玻璃上的单镜头可以看出这一台 Honda 有没有 Honda Sensing。再来 RS 版有 Pedal Shifter 换挡拨片，方向盘上面也有 ACC 和 Steering Assist 的 button。复合式皮革和布料材质组成的座椅，有红色缝线作为点缀。手动座椅、手刹车，中控台上面也看得出有不少 hard plastic。但总体来讲 ，WRV 的内饰还算是不错的。WRV 的油箱是35公升 ，Ativa 36公升，它的官方油耗是1个 liter 16.7公里。但泰国的汽油规格跟马来西亚会有一点差异。再来 WRV 采用 Sequential Turn Signal 序列式的方向灯，或者叫流水方向灯，给你一种小 Lexus 的感觉。但车尾就是传统的2粒灯泡。同样是钻石型的前脸，但 WRV 看起来紧凑可爱 ，HRV 就显得更加高大，更加威猛。停在 Lexus RX 旁边 ，WRV 就像是一辆 Honda Jazz。我现在在泰国驾着最新的 Honda WRV， 那这个车子我觉得在泰国的市中心驾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灵活，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边有 motorbike 有 tuk-tuk， 然后有各种的这些商用车辆等等，所以你的车子如果很大台在这边行驶起来，可能 parking 不是很容易，你要 set parking 等等。那 WRV 呢，它 stand for Winsome Runabout Vehicle。那 Winsome 这个字的意思是 attractive、pleasing。迷人、小巧、可爱、吸引人的。那 Honda Malaysia 的区分方式呢？他们将 CRV 定位为 SUV，HRV 是 Compact SUV， 那这个车子就是 Small SUV， 而且他们很自豪的说，这个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日本品牌的 Small SUV。那如果你要来看，它就是一个更加小辆的 Honda HRV。那对泰国人来讲，它可能就是一个加高加长版的 Honda Brio。那 Honda Brio 是一个 A segment， 在马来西亚并没有这一款车子。那可是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比较切身、比较直接的方式就是它就是 Perodua Ativa 的对手。但是 Honda Malaysia 不承认，因为 Ativa、Perodua 它是一个国产品牌 National segment， 它属于 Non-National segment， 它们是不同的 category。但你知我知。这个 Perodua Ativa AKA Daihatsu Rocky AKA Toyota Race AKA Subaru Rex， 所以它是一鱼多吃，一个车型在日本、在印尼、在泰国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定位。那简单来讲呢，这个车子的轴距是2481个 mm， 比 HRV 短了129个 mm， 所以2481真的是非常非常短。我们说 MyV 是2500，CD 是2600，它还要短过那些 B segment。但你说 A， 它又没有到很 A， 因为真正 A segment 大概是2300、2400这样子，所以它2481就是它没有你想象中的小，不过它也不会很大这样子，就是一个很新的车型啊。你一般上路上不会看到这样子的 segment 的。那你说 Ativa 的话，它的轴距比 Ativa 还要短，它2481 Ativa 是2525。但是因为它的车身宽度比 Ativa 宽了70个 mm， 所以如果你把它跟 Ativa 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它会比 Ativa 更加宽、更加矮 ，Ativa 会更加瘦、更加高这样子。所以整个比例来讲，我觉得它会比较接近一般的这个 B segment SUV。那我们现在就在泰国的路上，你看到这辆车子。I mean 在 Highway 你可能会觉得它小，可是在城市，因为 Malaysia 的这个官方的 tagline 是叫它My Urban Freestyler， 所以它强调的这是一个 Urban 都市型、城市型的小型 SUV。离开了市中心，我们现在就要上泰国的高速公路才有。它用的是 1.5 L 的自然进气引擎搭配 CVT 变速箱，有121个 PS 跟145 Nm。那这个动力数据，这个动力配置其实就是 Honda City 的配置。那跟 Ativa 比起来的话 ，Ativa 用的是 1.0 L 的 3-cylinder turbo 引擎，也是用 CVT。那 Ativa 呢，就是98个 PS 跟145 Nm。那 Ativa 大概2000多个 RPM 就能够
开始去 generate 这个扭力，因为它是 turbo 嘛，那这个车子就要拉到 RPM 大概4000多转。刚刚这样子是6500转，6000多，5、6000转，所以 I mean 它不是这样给你这样子架的啦。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 push， 真的要去拉，它的感觉跟 CD 真的很像，因为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powertrain， 只是差别在于它的车身非常的高。我讲非常是 compared to 一般的 CD hatchback 还是 CD sedan， 因为它是220个 mm，220个 mm， 你看这个画面就懂了。其实它的离地间隙真的很高，你遇到洞啊，你过 bump 的时候，它都会比 sedan 更加的有信心，你不会这样担心啦。虽然121个 PS 比98 PS 的 Ativa 还要强，但是因为它的车重是1143公斤，1143的话呢，它大概就比 Ativa 重了108个 kilo。但说实在话，我感觉不出来它有重到太多了。那 CVT 的话，大家知道 CVT 是一个没有 gear 的变速箱，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一条皮带2个pulley这样子去拉，所以会有这个 rubber band 的 effect。But that's normal， 这个是很正常的。但你说高速行驶的话，虽然它是一个2481mm 轴距的小车，你可以叫它 A segment SUV， 但是它的这个轮胎是17寸的轮胎。那这个17寸真的是不小，因为我原本觉得这么小辆的车，通常啦 I mean 通常 B segment 就是放在15、16寸，16寸高配，15寸低配，但是它的高配 RS 是17寸，低配的话就是16寸。而且尺寸的话也不是说很窄那种轮胎来的，它是21555 R17寸，它搭配的是 Bridgestone 的Turanza T005A 轮胎。那这个轮胎呢，你从它的花纹块设计就能够知道，它其实很强调排水性能，它的速净性，还有高速行驶、直线行驶的稳定性。那这个Turanza T005A 呢，在上一代的 Honda HR-V Malaysia 版本的啦，也是标配那个打压，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个车子虽然是一个小的 SUV， 但是它用的是 HR-V 的轮胎了。那我觉得这个轮胎啊，真的是为这辆车子加分很多。高速过弯的时候，这个轮胎都是同级轮胎里面算是一个佼佼者来的。你可能觉得 WRV 只是一个入门级的 SUV， 它应该会比 HR-V 便宜大概1-2万块左右啦 ，or more than that， I'm not sure。但是它同样有 Honda Sensing， 然后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它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所以我现在 Highway 我开着 ACC， 我可以去设定我跟前方车子要维持多远的距离，你可以选择几个 stage。那在这个时候呢，它同样有这个 Steering Assist 的功能。那万一你不小心动到马路的线 ，OK， 它会有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同时有 Lane Keeping Assist 的这个功能，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在马来西亚、泰国跟印尼都是给你 Honda Lane Watch， 不要给你这个 Blind Spot Monitoring。这个是 Honda 对于东南亚市场的一个判断，他觉得我们这边 model 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去给你看 model。那如果你是 Honda 车主，你也欢迎留言，这个 Lane Watch 对你来讲到底有没有实际用途？它实不实际？它好不好用？那你说 Graphic 的话，其实也 I mean 很 Honda 的一个 resolution 啦 ，you know what I mean？所以也可以说，这个 WRV 在这个情况下，它算是一个半自动驾驶的车子。当然，你的手肯定要一直抓着 steering wheel， 但是万一你分神，万一你打瞌睡还是什么，它可以救你一命，它可以在关键时刻及时的提醒你，回到正轨这样子。所以，当然其实我从昨天看到这辆车子，我看到它的空间、驾了在 highway 小路等等，我对它抱有最大的疑问就是，它在 Malaysia 会卖多少钱？因为在泰国的话，它是卖869千，86万9千，86.9万泰铢。然后如果你direct convert 的话，它是115千马币，就是 HR-V 的价格。当然，我觉得是不可能在马来西亚会卖115的啦。因为我们在泰国驾的这个 WRV 呢，它是从印尼在 North Jakarta CBU 整装进口到泰国，所以虽然我在泰国，但是这辆车子也不是泰国 CKD 的车子。但是跟泰国不同的是，马来西亚人买到的 WRV 它会是在马六甲 CKD 本地组装的版本，所以我大胆假设
估计预测这辆车子的价格应该会 set 在 below 100千啊，97,800块，99,800块，95,600块，大概就是这样子。但你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价格定在这个价钱，你达不到阿迪巴从65千多到74千、75千左右，所以 Honda 也不想要让你去觉得它是阿迪巴的对手，因为他没有办法跟阿迪巴 fight 这个成本。那很多马来西亚观众都不知道，他们以为国产车跟日本车就是国产车不用给这么多 tax， 日本车要给很多 tax， 想全部人都一样的，你的 excise duty 是 fixed 了的 ，excise duty、import duty 都是一样的，所以 Honda 跟 Perodua 要给的 tax 是一样的，差别就在于同样是 CKD， 谁用的 local content 最多。打个比方，它可能是 CKD， 但是它的 engine 从日本寄来，它的压箱从日本寄来，或者它的我不知道它 steering 从泰国寄来还是怎样子。所以像这个 Perodua 它就可以讲自己是超过 80%、90%， 所有东西都是在马来西亚的 supplier 给它，它可能连 engine 都是在马来西亚装了，那可能 Honda 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这个 factor 会影响 Honda 的这个价钱，没有办法来跟 Perodua 比，而不是讲因为它是日本 brand， 政府就征收很多 tax 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所以。I mean 90多千我可以接受啦 ，with 有 Honda Sensing， 然后又是 CD 的 engine， 然后车身又高，你又可以享受到高车，你又不用付出 HRV 的价格，而且重点是你可能也不需要 HRV 这样子的尺寸，它就是一个 Urban Freestyler， 这样便宜。ครับ哦 receipt， OK。我们现在就出多，然后它一样有这个 Sport Mode。We say 3, 2, 1, go。它虽然不是 Turbo 车啊，不过你在重踩油门起步加速，它会有 Turbo Lag 的这个感觉，因为这个 CVT Gearbox 它没有牙嘛，所以它没有 Launch Gear， 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它需要花一点力气去找到它的这个 tempo， 找到它的节奏，它才能够跟得上这个速度。But again， 你驾过 CD， 你开过 CD， 你就知道它这个动力是怎么一回事。但坦白说啦，我觉得这个121 PS、140 Nm， 你在 Highway， 你就像驾着一辆高一点的、短一点的 Honda CD 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是有超出我的预期，我相信这个轮胎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啦。虽然是一个轴距短的车，不过17寸215的大压。我现在走着100，那这辆车子的隔音，高速行驶的隔音，你就真的不能要求太多。我觉得它还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我觉得它比 CD 还要再差一点啦，因为你要知道这个 physics 啊，你不能够 fight physics 啊，你的车身离地间隙高，你透过路面从底盘传到车厢里面的这个噪音也会相对来的大，所以 SUV 这个东西就是有一好没有两好，你要车身高，你就要去忍受这个路面在底盘制造出来的这个噪音。所以它是一辆 highway car 吗？还是一辆 highway SUV 吗？它绝对不是，它纯粹是给你走I mean 80、90，但是你在100也是算是它的 comfort zone 的，我觉得还蛮舒服一下的啦。如果你走在100的话，然后它有一个东西跟阿迪巴蛮像的，就是只要你一切换车道，你一 switch lane， 你马上就会 feel 到这是一辆小车了，因为你在过弯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怎么讲，它的短尾很短。如果你很高速的话，马路有很强的风的话，你会 feel 到车子的那个抖动，它的整个 body roll 会相对来的明显。不过这个其实也是废话来的，因为你就是要买这样小辆的车，你怎么可能买一辆 WRV， 你要求要有 CRV 的这个 body roll control，is 不可能的代志 right？ 然后再来它后面是 torsion beam，typical B segment 以下都是用 torsion beam， 你只有去到 CV、CRV、Accord 这种后面才给你multi-link多连杆的后悬挂。那 torsion beam 的好处就是它虽然没有办法独立的去避震，所以你过一个墩两边都会受影响这样子，但它的好处就是它的这个行李箱空间可以得到最大化了 ，OK， 所以你可以放4个32寸 luggage， 打横打直躺下来放都可以，所以东西就是你要去取舍。那我觉得 Honda Malaysia 就是看准了这个 market 来推这个 Honda WRV。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它就间接的取代掉了 BRV 的位置。那虽然 BRV 是一个7人座的 7人座的 MPV 也好 SUV 也好，但是因为这个市场越来越小，然后它又给 Alza 又给Toyota 那个叫什么 Veloster，
所以 Honda 就索性直接用 WRV 来取代掉 BRV 的这个 CKD 的这个地位。那不是什么车都可以 CKD 的啊，因为他们还是要做市场 marketing survey， 到底能够卖多少，他们投入多少钱去开这条 production line 会回本才划算。我现在在泰国的高速公路走着100，所以当你处在100的时候，它的 RPM 是2000转，准2000转100。我再上一点点。110 RPM 是2200转左右。再上，踩完。140。我 stay 在这个速度。没有问题，你不会觉得这辆车子 hold 不住这个速度啦，不建议啦，因为每一个车子都有自己的 comfort zone。我不是叫你要跑到这样快，我要跟你讲的就是所谓一分钱一分货，你的 segment 越高，你的 comfort zone 就越高。所以 B segment 的 comfort zone 大概在120、130，C segment 可能再上到140、150，那 D segment 可能可以到160都 OK。那你讲 A segment 的话，它大概是在100到120左右就 OK 了，你不要再去 push 它了，因为这辆车子它前面是 disc brake， 但是它的后面是 drum brake 来的呀，所以它有一些东西还是少掉了的啦，因为你又不可以讲它是比较小的 HRV 哦，你看它没有这个 telescopic， 所以它的方向盘只可以上下，然后你不可以去推进去把它出来，然后以坐姿的话，以我这个身高，我觉得这个车包是不错啦。说吧，我驾了这一段时间，我没有觉得不舒服啦。再来呢，它这边是 handbrake 手刹车，那高配的 CD 可能就用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它也没有。然后2个座椅都是 manual seat， 它没有 electric seat。可是你要求这些东西会不会很奢侈？我不知道它多少钱，我先讲。我觉得这个设备要挑剔它也不能够太过严格，因为有给你 Apple CarPlay， 也有给你 Android Auto， 虽然不是 wireless 的，但至少比我们的第一国产品牌好啦。那个你买到160千 I mean 150千的车都没有 Apple CarPlay， 那这个车子肯定不需要160千，它会给你这些应该要有的东西。我觉得今时今日 Apple CarPlay、Android 都应该是一个标配，不管你是 National Segment、Non-National Segment， 你是德国车、意大利车，你没有 Apple CarPlay、没有 Android 都真的是说不过去。旧车不要讲，新车应该都要给你。那至于它没有这个 Instrument I mean Digital Instrument Panel。不像高配的这个 Civic 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也 OK， 给你 RPM， 给你转速表，中间给你一个 TFT 显示屏，用来给你开关这些Honda 先进的功能。所以到最后你就要问你自己了，因为我就假设它跟 Honda CD 的价位是重叠的。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我会买 CD， 我不会买它。但如果我是一个女生因为我不是女生啦，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个车子它相对的比较可爱，比较迷你，比较小巧，而且我相信有很多 Malaysian 他要买一辆小车，但是他又要高车，所以在以前小车跟高车是不能够并行，不能够共存的。你要高你就不能够小，你要高你就不能够小，你要高车你就是一辆大车。可是随着时代慢慢演变，这个消费者的口味年龄层，你知道吗？整个 target audience、target 的 customer 越来越不同，所以现在呢，车厂都在研发这种又是高车又是小车，又小车又可以高车这样子，然后价钱你又不需要给到115千以上就可以拿得到了。所以我非常期待 Honda Malaysia 版本的这个 Honda WRV 来到 Malaysia 过后，它的价钱、它的 spec， 但是坦白说，我觉得 spec 跟 Malaysia 不会差太远，因为泰国、Malaysia、印尼都是 1.5， 它没有什么 1.0 liter 3 cylinder turbo， 没有，它就是一个 engine setup 罢了，就是这样子罢了。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经过了4天3夜的 WRV 媒体试驾活动，我对 WRV 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那这一次的试驾活动，我们先从 Bangkok 开到来 Pattaya， 先早上我们从 Pattaya 再开去 Rayong， 再从 Rayong 走小路开回 Pattaya。那整个过程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泰国的马路呢，其实跟马来西亚有蛮大的不同点之处就在于泰国的高速公路很多时候它都是 concrete 水泥路，而马来西亚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这个沥青的柏油路。那他只要走在 concrete 水泥路上面，就像之前我在 LA 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一直是那种
你会觉得轮胎噪音比较吵，尤其这是一辆小型 SUV。那去到这个 Tarmac， 去到柏油路的时候，你会觉得，车子就比较安静很多。那在曼谷的时候，我觉得这台车子非常的好，因为大家知道曼谷很窄，很多摩托拜，很多 tuk， 然后它的那些水小巷是比马来西亚还要来的小，而且这个 turning radius 啊非常的好，你的这个 U 转半径转一下就过了，要 parking 下 parking 完全没有问题，非常的如鱼得水，它的小反而成为它的优点。但是来到 highway 过后呢，你就先天性因为轴距短，车的离地间隙高，你会觉得你走这120的时候，好像走这140、150这样子啊。但如果你一直处在100、110，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就好像开着一个高一点点的 Honda City 这样子。而且我最喜欢的是它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它是30 km/h 到180 km/h， 它没有 Low Speed Follow。可是我觉得它不会超过100千啊，所以10万块以下的车没有 ACC with Stop and Go，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再来，因为它有 Apple CarPlay 或者 Android Auto， 我全程都使用 Google Map， 没有问题，你不会 miss 任何一个 junction。如果你觉得 Honda Land Wash 干扰了你的地图的话，你可以关掉。那因为品牌定位上，它会定位到比 Ativa 贵，比 Ativa Premium 一点点。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马来西亚过去没有一个汽车品牌有涉足过这个 segment， 是非常有趣的啦。我相信从2023年6月开放预定，我们就可以知道市场对于 WRV 的反应是怎样子。我相信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啊，在马来西亚来讲。那我希望尽快知道价钱，所以希望我的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我们下一期影片见。I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2, 2, 1 cut。